Hello 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下一期的教程。这个薰银树宝宝毛衣啊，我现在已经织成这样了。上一集呢，我们说到这里，对吧？就在这个地方做完那个预刻，做完一个加针，然后接着呢织30行左右吧。我这里相对的织了长一点，因为我用的是羊绒线。羊绒线呢，它洗后容易缩水，大概缩2到3厘米左右，所以我稍微多织了6行，这样。织到这个位置，咱们就开始织底下的一个幸运树的花样。幸运树的花样我这边有一张图，大家可以截一下屏。正反两面织的，对吧？不是进行一个圈织的。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排花吧，关于一个排花的问题，大家截图截好了吗？我放一遍啊。先说一下一个花样怎么排花。如果大家按照我这个尺寸来织的话，那么 OK， 你就可以完全照着我给你已经排好的那个花样来，就是门襟边7针。然后织5个下针，1、2、3、4、5个下针，然后开始5个下针之后呢，就开始织我们的上针，对吧？一针上针，一针上针，然后再一针下针，然后再一针上针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再空开。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、5，其实是这样的啊，其实是要空开10个，织10针下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下针。为什么呢？有的说，老师你这个上面明明是4个下针，对吧？那么4个下针是这棵树旁边的4个下针，那我们树与树之间不是还应该是预留了一个下针嘛，对吧？那么是五针下针，然后旁边那棵树人家也要5针下针，所以是10针下针，反正你就记住，对吧？5针下针织完，然后是一上一下一上，好，然后再10个下针，然后再一上一下一上，然后再10个下针，这样子的话，你看我们就把花都排好了啊，像记口诀一样，你就记吧啊，一上一下一上，然后10个下针，好，然后到这里到最后应该是跟左边是一样的，也是最后是5个下针，好，然后第二圈咱们是不是应该要翻到反面来呀？反面，所以我这里标好的是图案上是织的下针，因为我们主体部分都是织了上针，刚刚正面的5针下针，现在变成反面的5针上针，然后其实花样是不变，还是在原来这个位置。我们翻到反面的话，它就是下针，对吧？第2行其实还是照着原来的织，你碰到这个下针的地方就织下针，碰到上针的地方就织上针。好，然后第三行它这里有标啊，不明白的可以看这里。第3行的话我们又翻到正面了，又来到正面。第3行它怎么样？第3行是全部下针。好，那我们就照织第3行，然后这里是第4行。第4行你看一下啊，是在原来这个地方往左右两边扩了，往左右两边加了一针。其实这个图案还是有规律的，你看到吗？是一个阶梯状的。然后大家就是按照这个来织，织错了不要紧，咱们拆了重新再来这个是一个花样的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所以我如果光拿一张图来凭空跟你们说的话，你们也不大理解，所以我已经织好了，效果看起来更加直观，对吧？这个是很简单，都是上下针的，大家仔细一点，行与行之间不要搞错就行了。然后最后的话，我们这个边是换小1号的针啊。如果你是正身用9号的，那么边可以用10号，用11号的话有点过分紧了。
用10号吧，我用的是10号。然后这里的宽度呢，随意啊，我大概织了9到10行的样子吧。然后我收针是在反面开始收，就简单的扶针收针法，就2针并1针嘛。收在反面有一个好处，这个辫子针啊在里面的。好，然后一个袖子我也已经完成了，袖子按照文字图解上说的是，就是一开始我们这里不是织前后片的时候，这里不是加了6针嘛，对吧？加了6针，然后这里因为是后片我们不是多织了8行嘛，好，然后我们这里就挑8行，挑8针，这样子的话就是14针，对吧？14针加上原来之前有一个大概47针，然后整个袖子就是61针，好 ，OK 没问题吧？61针，然后你挑完以后就是织大约30行，30行和身体也差不多了，30行你要长一点也无所谓，然后开始织花样，织这个花样。这个花样的话全部是圈织的，圈织的话我们就是在正面行织花样，也就是刚刚那张图上的所有的我标记出来的全部织上针，花样部分全部织上针，好 ，OK， 空白部分全部织下针，这个大家也是好理解的。然后花样开始织的时候，同时啊，我们这里要开始减针。减针的话，其实也没有就必须我要减多少针，依照自己的想法来。我一共是减了7次，就这里减1针，你看，就一圈开头和结尾各减1针，这里又减了，一共减了这样的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、5次、6次，到最后我还减了1次，7次，减了14针。61减14等于47针，然后搓衣板针，织完，然后收针，把线头勾进去啊！注意啊，这里开始的时候也是有线头的，我们也把它勾进去，还有底边也是有线头的，勾进去啊！我忘记说了啊，这边织花样的时候别忘了，你是还要开一个纽扣洞的啊，一共是开了5个纽洞。我用的纽扣是这个1.5厘米的，1.5厘米的，好像放上去差不多的样子。正好差不多，正好，颜色也挺搭的。我第一次织的那件蓝色的纽扣好像大概是纽洞开的有点松，我一开始放1.5的，觉得这太松了，所以换了1.8还是1.6的，大那么一丢丢，就看上去视觉效果大好多。然后我来这个袖子我还没弄啊，稍等。我主要来演示一下这个袖子部分是怎么挑针。之前我们不是用废线把它圈起来了吗？好，现在我们可以解开啊。然后我们是从哪里开始呢？是从这个地方，你可以弄一个线。那我们在这里开始加针，我们在这里加1针。加1针，就像织一样这样，然后在针上，对吧？2针、5针、6针、7针、8针，我们可以3针里面挑2针，10针、11、12、13，这个在这里，直接13，我挑了13，到时候那边再来1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的话，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太那个了，那我把，但是应该是这样的，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把它挂针上，好，那这样就是14针。
14针啊。数一下现在几针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好，我们开始织。然后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，我们要把这里中间的位置，也就是这个小树腋下部分的中间有一个记号口。我这边看看，我这边的话是在这个位置，大概就是这个小树对着这个腋下的中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件衣服平铺看看哪边是中间，因为它不确定的，因为后面加了大概这个30针，应该是第3、第4针的位置吧。他们放个记号口，放了4针。这个现在呢没什么关系，到时候减针的时候还有排花的时候，就需要一个这个准确的一个位置。这一步就是把之前线圈上的针全部放到现在的短针上。好了，我这里，好，我们可以开始正常的织啊，织30圈，对吧？腋下部分你看很工整。好，我们开始织啊。织这个很简单，对吧？现在因为不需要正反两面翻来翻去，全部清一色的下针，所以要比身体织得快。一直织的话，这个袖子1、2个小时就能完成。像我这个尺码的袖子部分的花样，只要织3棵小树。袖子部分排花是从中间开始。哎，对，我这个地方不再具体的展开了，因为很简单，织够自己的长度。袖子部分的排花我说一下啊，你看这个地方不是开始收嘛？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怎么弄，但是排花我好像漏了，就袖子这里的中心位置和这里的中心位置你一定要搞清楚啊。这边的中心位置是便于你用来收针，对吧？然后这里的一个中心位置，像现在61针，那你数这边数30针，对吧？第31针，那你就把它找出来，这边也是30针，这中间1针就是第31针，第31针为中心。那么我们开始排花，31针就是这条树的那个树干啊，做树干，然后左右两边，对吧？左右两边2个上针，好，然后一样的10个下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下针，10个下针，然后再1个上针，然后再1个下针，1个上针，好，是这边啊，你先要把这个推算出来，因为你到时候织的话是从这边开始过来啊，这边开始过来，所以这3棵树的3个中心点一定要先用记号扣啊把它固定下来哈，然后往左边也是的，找到这棵树的中心位置，固定下来啊。我就是在这1针旁边就加2个左右记号扣，然后在这一个中心点的位置就织花样，对吧？这也没什么难的，就这件衣服我就算讲解完了吧。然后有很多宝子们问我，老师你这个衣服是多大年龄段的呀？我说我这个是0到12个月的宝宝的。那我要织1岁的宝宝、1岁半的、2岁的、3岁的、4岁、5岁、6岁都有啊，应该起多少针？那这里我要具体的说一下啊，宝子们可以去那个量一下自己家宝宝的那个领围，就领口的那个维度。你想把这件毛衣织多大？那你去量一下，
对吧？量下来啊，30厘米，30厘米，OK。那你用的线如果跟我的不一样粗细，或者你用的针也跟我不一样粗细，那你先去试织一个样片，织10厘米乘10厘米这样的一个面积的一个小样片，然后你量一下，哦，你这10厘米，10厘米你大概是20针，20针对吧？我这个毛线的话比较细，10厘米大概有26针那样。那么它的密度你算一下呀，对吧？比如说啊，它10厘米有20针，然后呢，你这个领围呢是30厘米，那么你就应该是起一个60针，对吧？因为它10厘米是20针，那你要起30厘米，就是20乘以3等于60，那你就起60针。啊，起完以后呢，这个因为针数跟我不一样了，所以你不能完全参照我这个排花的顺序，你就要自己算。去掉蒙巾以后，去掉2个固定的蒙巾边以后，就说60针。我这个是前面说了多少？80几针啊？我想说啊，你这个问题其实你仔细研究一下我这个笔记，你能领悟的话，你其实自己也可以推算一下，不要全部依赖我这个视频啊。我只能教你一个基本的方法，其实后面你还是要靠自己去钻研。你量一下领围，比如说你这个领口需要30厘米，对吧？我打个比方啊，30厘米，那你10厘米，你用你的线织出来是20针，10厘米大概需要20针，那么你30厘米不就是需要60针，对吧？有可能你的线比较粗啊，就需要60针，但也有可能你10厘米有30针那么多，因为你的线细嘛，就有30针那么多。那么你如果要织30厘米长的话，那你有可能就需要90针，对吧？起一个90针，然后起的针数就决定你这里排花排的花样就不一样了。总之，你按照这个花样就是5针，然后旁边两针是给它那个用来织花样的。按照这个规律你去排，你先不要织，你先在针上算一下啊，算一下这个花样从哪里开始织，然后到结尾的时候是不是能达到这个左右蒙巾边两边花样是对称的，对吧？好，然后确定了以后，那你就织我们所说的建立行啊，你就把它建立行织完啊，一看哦，蛮好的啊，然后你就开始织，然后这里我是每多少行？每5行对吧？每5行织一次，因为我的毛线是这个粗细，那我到这个地方，确实是需要加针了。那如果你的毛线挺粗的，或者你一开始第一圈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大了，那你就可以多织几行啊，织个7行，因为这里都是单数的嘛，正面织，所以是单数，对吧？对，织个7行，再加一次，也可以，就你自己掌握。这种预刻的毛衣的，它的好处是什么？你可以边织，然后边在模特身上试呀。你可以让宝宝过来，我们套在身上套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个胸围啊什么的，长度啊，你都可以自己调节，对吧？如果说你这件衣服这个宝宝长到1岁半左右，胸围倒是还可以的，因为这个宝宝比较瘦嘛，胸围还是可以。那如果长度觉得有点短了，那咱们怎么办？把这个下面拆了，把这个花样拆了，拆到花样这个部位，重新织一点下针，织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再开始织花样啊，再开始织这个边边。那么袖子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你也可以延长，这就是预刻从上往下织的毛衣的一个好处。我感觉发明这个织法的人是非常聪明的，也是很实用的一个款式。好，那我就不多说了，大家接着织吧。昨天我织了一顶这个帽子，所以这几天更视频慢了，否则的话这款小毛衣我早就织完了。这个阿兰风的羊绒帽子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的主页去找一找这款帽子啊，昨天已经发了图纸图解。
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